赌王师妹何婉琪曾助赌王打下江山，晚年却将赌王告上法庭，指控其40年来以家族丑闻相威胁，逼迫自己放弃了上亿股权。何婉琪的一生比赌王的任何一方太太都要传奇，禁忌之恋、商海沉浮、豪门恩怨都曾在这个女人身上一一上演。何婉琪12岁那年，父亲何世光炒股破产，家道中落，只能带着他和几个子女逃难到越南。在越南的7年呢，他爹何世光靠着积攒的人脉东山再起，而何婉琪也从一个富家千金被磨练成了看透人心、精通商战的女杰。她利用越南皇帝的倾心，反过来帮父亲拿下了当地的赌牌。这份手腕呀，哪是普通千金能有的呀！1941年，债务还清，他们重返故土。在一次家族聚会上，19岁的何婉琪光芒四射，她遇到了何鸿章。何鸿章是谁呢？他是香港第一任首富何启东的亲孙子。而何婉琪的爷爷和何鸿章的爷爷呀是亲兄弟，他们俩是血缘近的不能再近的堂姐。家族长辈一看这还得了呀，赶紧棒打鸳鸯。何鸿章被火速送去美国，何婉琪则被迅速安排嫁给了商人麦志伟。故事到这儿呢，似乎就该结束了，但命运的剧本可比这精彩呀！10年后，何鸿章留学归来，一个是功成名就的黄金单身汉，一个是困在平淡婚姻里的绝望主妇。这把火呀，瞬间复燃了。家族故技重施，再次棒打鸳鸯。但这一次呢，长辈们晚了一步，何婉琪已经怀上了何鸿章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呀，就是日后引爆一切的炸弹。为了补偿，也为了封口，何鸿章给了何婉琪200万港币。200万在50年代是个天文数字呀！何婉琪拿着这笔钱，转头就找到了他的九哥何鸿燊。当时何鸿燊刚刚拿下澳门赌牌，正缺钱、缺人、缺帮手。何婉琪这200万呢，就是最关键的天使投资。他不仅投钱，还亲自下场杀进了澳门。他周旋于澳府政府与傅老荣家族之间，用赌场规范化运营，增加政府税收的筹码，说服官员，用留有余地、互不赶尽杀绝的智慧拆解旧势力封锁。要知道，在那个男性主导的商海与权力场呀，女性抛头露面谈判呀，本就难被尊重，更何况是直面黑恶势力的威胁。但石姑娘凭着过人胆识，硬生生为草台班子拿下了赌牌，成为赌王帝国的开国功臣。赌牌到手后，何鸿燊懂融资却不懂管理，又是石姑娘接手了烂摊子。他钻进乌烟瘴气的赌场，废除男性主导下的暗商操作，建立日清日结的透明核算制度，对刚香港银行资源，解决资金周转，制定员工奖惩规则，甚至亲自打理黑白两道人脉，让普京从混乱赌档变成正规博彩场所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女性不仅能打理家事，更能执掌商业帝国，堪称澳门博彩业的第一任女性 CEO。兄妹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但再好的关系啊，也顶不住利益的稀释和时间的冲刷。1970年代后，帝国根基渐稳，何鸿燊的猜忌与控制欲日渐膨胀，他开始一步步稀释石姑娘的股权，从创作时的30%到1975年的12%，再到1990年的7%，同时悄悄架空她的实权。石姑娘一忍再忍，只因她有个致命软肋，她的儿子麦顺明的身世，这个秘密是她必须咽下去的刺儿。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，是四太梁安琪的入局。为什么是四太呢？因为梁安琪不是一个简单的姨太太，她是一个新的事业合伙人。何鸿燊开始把原本属于何婉琪的赌场业务一点点转交给梁安琪。何鸿燊甚至想让何婉琪把手里仅剩的股权全部转给梁安琪。这一下石姑娘彻底炸了，她忍了几十年，决定不忍了。她还打出了自己的牌，她要求赌王把股权转给麦顺明，还要让他进董事局。何鸿燊当然一口回绝了。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，何婉琪把亲哥哥告上了法庭。她不惜自曝丑闻，当着全港的面承认麦顺明不是丈夫麦志伟的，而是堂弟何鸿章的私生子。后来麦顺明也公开认祖归宗，加入了何鸿章的河东家族。这场官司从2001年开始打了整整10年。何婉琪指控何鸿燊40年来以丑闻相威胁，恶意夺取股权。那么结局呢？何婉琪最终没能赢回他的100亿股权，他想要的是澳娱的股份，但法院最终只是判何鸿燊的公司需要向何婉琪支付过去拖欠的约1.5亿港币的股息。2018年，何婉琪在养和医院孤独离世，享年95岁。讽刺的是，他去世的消息被隐瞒了足足2个月。直到他的死讯登报，何鸿燊那边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不知道。2年后，2020年，何鸿燊去世。这对曾经联手打下江山的兄妹，最终还是没能和解。回看何婉琪这一生她绝对不是一个傻白甜，她是那个时代里罕见的既有美貌又有手腕，还敢于打破一切规则的女人。她帮哥哥打江山，靠的是真本事；她为自己争利益，也是不惜一切代价。她的悲剧一半源于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束缚，另一半也源于她对自己禁忌情感的执着。豪门恩怨说到底真的无非是2样东西，钱和情。但当情变成了丑闻，成了别人手里的把柄时，你就会发现，曾经再多的利，最终都可能化为泡影。豪门的利益博弈或许遥远，但石姑娘的勇气与坚守却近在咫尺。愿每个女性都能从她的故事中汲取力量，既敢为自己的梦想拼搏，也敢为自己的权益抗争，在人生的每一个舞台上都能活得出彩，活得有尊严。